上周四，对，上周四，当时非常典型的一个真菌性的外耳道炎，满耳朵的都是这种白毛啊。真菌性外耳道炎生成的因素有几种啊，一个是外耳道局部的环境啊，适合真菌的生长。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外界真菌过多的进入啊，有一些不适当不洁的这种掏耳朵的方式啊，导致了大量的真菌的涌入。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跟一些药物的滥用啊，这个不适当不恰当的滥用这个抗生素的滴眼液啊，氧不杀星有关。这个前面这个真菌呢，我适当的把它缩减了，因为后边有些单脂瘤的硬菜啊，节省时间。这个局部清理完，然后打上抗真菌的软膏啊，抗真菌的软膏。这个过程是很常用，主要是让大家看一下这个药膏打上去了以后，一周啊，打了一周以后的一个效果。这是上周四的病例，今天患者来复查，啊，这个是当时打完以后的样子。好，这是一周啊，这次来，光洁如新啊，一点真菌的痕迹都没有。他要不说是来复查的，我都没反应过来他这耳朵怎么回事，因为一点看不出来了。当然，这个因人而异啊，不是说所有的真菌都能达到这种效果啊。我只是说这个病例啊，如果处理得当是可以的。下面这个呢是一个外耳道胆脂瘤啊，外耳道胆脂瘤。这个病例后期呢有一些出血啊，你这个如果说一点都看不见、见不得血的，就别再往后看了啊，因为这个后方有点出血。我试试吧，如果这个上传能成功的话，那就传上去吧啊，因为不知道这个咱们视频审核同学会不会对这个血有反应啊？因为这个外耳道胆脂瘤它对中耳对于外耳道的皮肤包括骨骼啊是有刺激的。这个病例他在做操作的时候啊，正好旁边有另外一个病例是来复查的，那个病例在别的医院用全麻做的啊，因为这个东西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人能忍，有的人是根本是忍不了，确实挺疼啊。这像清理外耳道胆脂瘤可跟之前咱们老看的丁宁栓塞呀、真菌啊，那是两个概念啊，因为这个胆脂瘤对外耳道的破坏啊，这个是有破坏性的。为什么疼啊？就在这儿，它的皮肤啊、骨骼，你看已经马上要出血了，因为这实际上是从这个骨头的坑里边往外再挑啊。这个人对疼痛的这个痛欲啊是很高啊，那血已经出来了，因为到现在啊，他从头到尾一声没吭啊，纹丝不动。但是有的就不行，这个东西和怎么说呢，和很多因素有关，也不能说强求。我的习惯是看个人的反应啊，你要能忍，咱们就在门诊试一下，因为毕竟这个如果麻醉的话，不管你能报不能报，这个费用对于一般家庭来讲，他都是要琢磨一下的啊。而且全麻的话，还有一些其他的麻烦事儿啊，一些术前的检查呀之类的，包括手术后的一些不舒服啊。像这个胆脂瘤呢，相对破坏还不是特别重啊。下面一个啊，今天有2个胆脂瘤的病例啊。下面一个，前面第一个是真菌啊，第二个是一个新鲜的外耳道胆脂瘤清理。一会儿呢，第3个病例是一个之前外耳道胆脂瘤清理完了以后，术腔出现的真菌感染的情况啊。这个人外耳道口有点窄，所以器械在里头操作呢，相对的麻烦一点。这个出血在外耳道胆脂瘤清理当中算是很少的了。我们有一些去手术室，确实去年我大概可能我没统计过有几例吧，应该是有几例去手术室做的，不多啊，应该就是在以个位数为算。
大部分病例都是在门诊，因为确实这个你要让所有人都去硬扛着，这个即便是清理完了，也是身上一身汗，真的挺疼的。很多人就觉得为什么不能局麻呢？从实际效果来讲，局麻几乎等于不麻，因为我们之前试过啊，通过周围这种浸润注射的方式啊，到这个位置没有效果，可能是跟胆脂瘤对局部血运的这种阻碍有关吧啊。这种角化层啊，这个病例之前是我们一个科的一个年轻的同事处理的，在门诊弄了一两次，觉得不对啊，说把病人带过来的，我看了一下啊，挑了两下，那就很明确啊，这先清理出一部分。这是个女的，中年的一个女性的患者啊，她对之前我就问了一句，是生孩子疼还是这个疼？我说真不好说。我们之前做全麻的病例，有的真就是生过小孩的啊。好，又出来了。到这儿基本上就胜利在望。好嘞，好，外耳道胆脂瘤出来了啊。鼓膜表面还有一点残存的碎末啊，外耳道的上面入口的地方比较肿，剩下的就用等着它上皮的自然的一个恢复啊。这是这周一，我计划是让他这周一的一个病例啊。今天还有一例啊，今天那一例真是，我之前在发过说法，就是这个，我第一感觉是你家里有矿啊，就这种。这是一个之前外耳道胆脂瘤在手术啊，全麻手术，而且他做了两次啊，第一次把外耳道清理了，结果他中耳里边有一些少量的突破，后来第二次做了中耳的手术啊。两次都不在我这儿，第一次是在我就不说哪儿了吧，分别在两家医院做的，这中间来找过我一次。第二次的手术比较麻烦了啊，我介绍到我老师那儿去了，因为他第二次这个清理的时候涉及到颅内的一个很大的一根静脉啊，当时为了安全起见，我说你找我老师去做吧，还运气不错，我们老师给他很快就安排做了。那个风险真是很高啊！那个手术当中稍微有点什么问题，当场可能就撂到手术台上了啊。但是他这个术后前期一直我复查还是不错的啊，做完了可能大概有1年多了吧。这个我是跟着我看了很长时间的一个老患者，人不老啊，就是跟我接触的时间是比较长。然后外耳道里这次出现了这种大面积的真菌，这个可能也是跟它这个胆脂瘤破坏以后，这外耳道皮肤，它这个外耳道口啊，是第二次我们老师做的时候给它做了一个叫耳甲腔的成形术啊，把这外耳道口做大了，对于后期的清理就方便多了啊，相比之前那个第二例的那个原发的第一次清理的那个外耳道胆脂瘤，就比那个要容易的多得多。当然，有的病例如果外耳道口基本上还可以的话，也未必需要特殊的去清理。内镜啊，反复的去要擦洗一下，这个内镜稍微蹭一下，镜头就污染了。好，这个大部分的真菌已经清理掉，真菌清理掉，靠近鼓膜内侧，它这个鼓膜是第二次手术重新修补的。这个患者已经很熟了啊，我的一些比较熟的老患者，有一些确实，信任度非常好啊。
你要说技术操作，肯定那当然是我老师的技术更好一些，但是找我老师很难找啊。在鼓膜表面啊，我操作这个区域啊，就已经很贴近我之前说的那个，它那根我们叫乙状窦啊，是一根从颈静脉和颅内的经脉相通的一根血管啊。乙状窦还是比较粗，他这个人乙状窦前置，当时手术完，第一次手术完以后出现了一个搏动性的耳鸣，而且长期的不干耳。后来我说找老师去给他处理一下吧，把中耳打开了，把那个中耳里的胆汁都清理掉了，好像还换了一个人工的听骨吧，我印象。最后这点啊，整个贴近鼓膜这点清理是，就比较危险啦，因为它这个鼓膜是重新修的，一会儿不要做的时候给人家捅漏了。那个今天做那个有矿啊，那个病例，我们下周一吧啊，下周一。这个今天这已经放到一般咱们是在10分钟左右啊，今天这已经有点长了，这个超过15分钟了。最后这点真是不能急，它一点点从上面接下来啊。好像我看有人说，就特别喜欢看这个鼓膜上接这种干片啊，这个是很危险的这个活儿。哎呀，说实话，一般不是特别熟的病人啊，不是这种比我信任度高的病人，咱轻易不太敢做啊。包括这次去商都有吗？我都没印象了。去商都好像没有这样特别，就从鼓膜上完全从鼓膜上接的病例。因为商都当时带的是个便携式的，它那个是笔记本的屏幕，比较小，而且要拧着脖子，很不舒服。其实真正清理出来呢，也不是特别大啊，比较费劲啊。这个外耳道比普通的人宽了1/3到1/2吧。最后这点抓不住，这个真菌呢是那种很糟的那种片儿啊。这可能看完急眼了，可能一脚想给我踹开，一抓就碎啊。好啊，最后还是拿掉了啊，最后还是把它清理掉，清理掉然后往上打这个抗真菌的药啊。好，今天的视频咱们就先看到这里啊，先看到这里。然后我们想想，我想说啥来着，老忘啊。下周一再放那个，嗨，这个时候我看都着急啊。下周放这个有矿的啊，我们很快这一周过去了啊。转眼就是5·1，好快呀啊！拜拜。爱情有时很残忍，爱他就给了他伤害的利刃，任他在心上画下伤痕，仍相信真正能感动他的心。爱情有时很残忍，痴情就像无形无色的毒瘾，任凭他再次放纵心恨，却戒不掉卑微的一往情深。伤心的泪已灭没漫漫红尘，却还放不下当初甜美纯真，固执地坚守着痛苦的缘分，飞蛾扑火般依然奋不顾身。爱情有时很残忍，爱他就给了他伤害的利刃，任他在心上
画下伤痕，仍相信真诚能感动他的心。爱情有时很